美国的顶尖巡洋舰提康德罗加级已经进入了逐步退役的阶段。首艘退役的是维拉湾号，于8月4日正式退役。随后在9月，皇家港号、安吉奥号、蒙特利号和顺化市号也相继退役。将这一退役消息与其他2则新闻结合来看，格外引人注目。9月14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政策法案，承诺在未来5年内向台湾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同样在9月，台湾宣布了其海军的镇海计划，决定不再追求建造4000吨级的大型军舰，而是转向采购2艘较小的2000吨级巡防舰。这一决策与美国刚刚退役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之间产生了有趣的联系，暗示台湾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组建自己的宙斯盾舰队。台湾当前没有大型军舰的建造计划，既因为自身军舰数量短缺，也因为美国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退役为其提供了一个机会。再加上美国向台湾提供的65亿美元军事援助，如果台湾的预算不足，这笔资金可以填补缺口。因此，综合这3则消息，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转交给台湾的可能性被认为非常高，甚至可能超过95%。台湾海军目前急需新型军舰，现有的主力舰包括20世纪80年代建造的基德级及台湾的基隆级驱逐舰，以及更为老旧的济阳级护卫舰。济阳级是美国诺克斯级护卫舰的改进版，建造于1965年至1974年，服役已接近50年。此外，台湾还引进了法国的拉法叶级护卫舰，虽然外形吸引，但由于法国当时未提供完整的武器配置，这些舰只战斗力未能充分发挥。相对而言，成功级舰队相对较新，短期内无需更换。然而，总体而言，台湾海军的主力舰已经老旧，急需进行现代化升级。台湾的镇海计划未能达成最初的目标，转而计划建造2000吨级的巡防舰。这意味着未来10到20年内，台湾海军可能无力建造超过4000吨的大型军舰。根据美国的对外军售惯例，出售给盟友的老旧舰只价格较低，通常为建造成本的5%左右。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建造成本约为10亿美元，因此出售价格可能在5000万美元左右。不过，虽然舰体价格不高，其维护成本却是一笔巨大的支出。美国现役的伯克级驱逐舰每年的维护费用约为8100万美元，而提康德罗加级的维护成本高达1.5亿美元，几乎是伯克级的2倍。这也是美国急于退役提康德罗加级，并加速采购伯克3型驱逐舰的重要原因之一——成本压力。当然，如果这些巡洋舰转交台湾，战斗力可能无法与其在美国服役时相提并论，且台湾的维护费用可能低于1亿美元。虽然舰体价格相对低廉，但整个交易的总成本仍然不可小觑。尤其是武器系统的采购和相关升级。今天我们深入探讨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作战能力，并解读为何它被许多军事爱好者称为海上最强的巡洋舰之一。提康德罗加级是美国海军中的重要战舰，也是目前唯一仍在服役的巡洋舰。它的核心亮点在于首次应用了宙斯盾作战系统。该系统以 N-SPY 一相控阵雷达为中心，是一套高度先进的水面作战系统，对舰队的防空和作战任务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规格方面，提康德罗加级相当引人注目，舰长约为172.8米，宽度为16.8米，吃水深度6.5米，满载排水量达到9589吨，可容纳364名船员。它的动力系统由4台 LM2500 燃气涡轮和双轴 CPP 双舵组成，续航能力高达6000海里，最高航速可达30节。最初，提康德罗加级被设计为一款导弹驱逐舰，但随着宙斯盾系统的引入，它的定位发生了转变，成为具备强大指挥和防空能力的导弹巡洋舰。这使得它不仅能执行战斗任务，还能作为舰队旗舰指挥作战。提康德罗加级的研发始于1976年，第一艘战舰于1980年开建，并在1983年正式服役。到目前为止，已有27艘提康德罗加级投入使用，是美国海军参与实战最多的巡洋舰之一。为了确保其在未来几十年继续保持作战优势，美国海军对提康德罗加级进行了多阶段的升级改进。首先是配备最新型的海鹰反潜直升机，随后第6艘邦克山号开始安装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和战斧导弹。接下来，从第13艘普林斯顿号起，升级了 SPY-1B 相控阵雷达和控制台。
最后，从第19艘秋仙号开始，舰上配备了新一代的 UYK-4344计算机系统。自1980年带出服役至今，提康德罗加级一直被誉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巡洋舰之一。即便与俄罗斯的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相比，提康德罗加级依然在整体作战能力上占有优势，成为美国海军水面舰队的核心战斗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服役充分展示了美国海军的战略眼光。这款巡洋舰的出现，紧随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之后，为美国海军的技术进步铺平了道路。最初，这款战舰的编号 DDG-47表明其为驱逐舰，但随着排水量增加至9000吨以上，它被重新归类为导弹巡洋舰。这不仅使美国海军保持了强大的巡洋舰队，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全球海上战斗力的优势。宙斯盾系统的成功研发，为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带来了显著的技术优势。这款巡洋舰是首批配备宙斯盾作战系统的战舰，装备了 INSPIRE EAB-3D 相控阵雷达，大幅提升了其综合作战能力。此外，提康德罗加级还拥有多达128单元的41克瓦查导弹垂直发射装置，使其在反潜、防空和对陆攻击等多个领域的能力得到了全面发展。宙斯盾系统的引入，显著增强了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战斗力，使其成为美国海军的标志性舰种。尽管后来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大量服役，但在单舰战斗力上，提康德罗加级仍然保有其独特的优势。虽然随着伯克级驱逐舰的广泛服役，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逐渐进入退役阶段，但其退役过程颇具争议。美国海军共建造了27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首批5艘于1983年至1987年服役，之后在2004年至2005年退役，服役周期大约为20年。即使是相对较新的皇家港号，服役时间也已达25年，而邦克山号等舰只的服役时间更是超过了30年。尽管这些巡洋舰的技术较为老旧，但它们的战斗价值依然不可忽视。因此，美国海军并未急于全部退役这些舰艇，预计在2020年代，美国将逐步退役11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同时计划对剩余的舰只进行升级改造，延长它们的服役时间。专家认为，鉴于当前缺乏更为合适的替代舰艇，保留提康德罗加级仍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曾试图通过 CGF 巡洋舰项目开发下一代巡洋舰，以取代提康德罗加级。该项目最初计划建造19艘 CGF 巡洋舰，并在一些关键技术和舰型设计上取得了进展。然而，由于高昂的建造成本和技术风险， CGF 巡洋舰项目最终未能实现，导致美国海军在2011年宣布取消了该项目。如果 CGF 巡洋舰项目成功，美国海军原本可以顺利退役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但由于该项目的失败，20世纪头20年内并没有出现能够替代他们的新型舰艇，美国海军因此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这些巡洋舰本应按计划退役，但现状迫使他们继续服役。过去几十年，美国海军战略的不断变化对新舰艇的建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某些战略不再适用时，海军不得不调整计划，导致新旧舰艇的交替被推迟。然而，近年来这种局面逐渐好转，海军高级领导层正积极寻找办法解决这一两难处境。根据2018年美国海军研究学会的报道，美国正计划研发未来的重型战舰，排水量可能达到数万吨，远超目前的伯克3型驱逐舰。这种新型战舰的设计可能会参考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同时继承伯克3型驱逐舰的先进技术。如果按照当前的发展趋势，这款重型战舰有望成为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接班人，成为未来美国海军的核心战力。如果台湾获得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这将对台海地区的军事平衡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装备这种先进战舰后，台湾的防空反导和反舰能力将显著提升，海上防御力量也会得到增强。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部署不仅能有效提升台湾的防御能力，还可能对台海地区的军事平衡产生重大影响。它所具备的先进导弹防御系统可以有效对抗导弹威胁，进一步提升台湾的防空实力。然而，台湾若引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也可能引发地区其他各方的反应。各方需要在这一过程中保持谨慎，避免局势的进一步升级。尽管如此，
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引进，也可能推动各方寻求更加稳定的解决途径。历史表明，军备竞赛和紧张局势容易导致误判和不必要的冲突，因此，和解与和平解决争端将更具吸引力。总的来说，台湾若获得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将会对台海地区产生重要影响。这不仅会提升台湾的防御能力，改变军事平衡，可能带来更大的稳定性，但同时也会面临地缘政治上的挑战。在这一复杂局势中，谨慎行事将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这一决策将深刻影响台海局势的未来走向，值得密切关注其发展。有专家对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转移至台湾的前景持保留态度，认为此类武器系统可能不符合某些安全政策要求。自去年11月以来，拜登政府已表明，未来5年内向他国出售飞机或大型军舰的可能性较低。然而，美国的政策变化迅速且常出乎意料，政策调整可能比预期更快。台湾正在根据这些动态调整其军事投资计划。显然，拜登政府的政策并非没有争议，未来可能会有所转变。据报道，美国目前有22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在役，计划到2027年全部退役。今年退役的5艘舰艇是其中状态最差的。例如，皇家港号巡洋舰在过去几年虽然名义上未退役，但实际上处于半退役状态。通过采购方式获取这些巡洋舰的过程较为漫长，首先需要向美国表达购买意向，随后进行谈判，正式提交提案，并经过国会批准预算，最终向美军提出正式的采购申请，直到获得批准并交付军舰。通常情况下，美国退役的巡洋舰在正式退役后会进入预备役状态1到2年，这段时间的舰艇被称为热舰，是采购这些舰艇的最佳时机。如果等到舰只彻底封存后再进行购买，成本将大幅增加，因为还需要支付额外费用进行起封、维护和设备更新。例如，台湾采购基隆级驱逐舰时，就需要先将封存的舰只拖到船厂，并支付大量费用进行起封操作。除了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选项是美国的滨海战斗舰。相比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滨海战斗舰普遍更加年轻，服役时间通常不到10年。例如，独立号在2010年服役，却在2021年退役；科罗拉多号从2014年服役，不到8年就在2022年退役。然而，滨海战斗舰的年度维护费用不低，尽管排水量仅有3000多吨，但维护成本高达7100万美元。而相比之下，伯克级驱逐舰的维护费用仅略高于8000万美元。尽管如此，滨海战斗舰的战斗力与伯克级驱逐舰存在显著差距，其防空武器主要是方阵快炮和海麻雀导弹，具备的仅是近程点防空能力。此外，虽然滨海战斗舰配备了大量的长弓地狱火导弹用于对地攻击，独立级滨海战斗舰还装备了8枚 NSM 反舰导弹来增强对海打击能力，但自由级滨海战斗舰上并未配备反舰导弹。坦白来说，单从导弹数量上看，滨海战斗舰的战斗力甚至不如台湾自己的沱江级导弹艇。总之，虽然滨海战斗舰科技含量不低，但其价格较高，且实际应用效果有限。其设计初衷并非用于争夺制海权，而是为了为接岸部队提供火力支援，因此装备了大量对地攻击的地狱火导弹。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